对面新开个快递驿站，结果天天有人敲错门找到我家来，我实在没办法，就在门外贴了张大字报，驿站在对面，别敲门。结果还是有人哐哐砸门要拿快递。开门，我来拿快递。我满肚子火拉开门，驿站在对面，不是这儿。白纸黑字写着，去对面拿。我不是来看字的，我是来拿快递的，赶紧把快递拿出来，不然我找调解员告你偷东西。一连3、4次，这大妈跟瞎了聋了一样，死活听不进人话，我彻底忍不了了，反手就开通了买菜自提点，地址却雾填的他家。砸门声又来了，我烦得直揉太阳穴，瘫在椅子上一动没动，寻思着等他敲累了自己走。事情得从半个月前说起，对面新开了个快递驿站。打从那天起，我家就仿佛中了邪，一连好几天，天天有人砸门。一开始我还好声好气，指着对面招牌挨个解释驿站搁那儿呢。可实在架不住人多，一天几10号人，往后几天这人数直往上翻。我实在被烦得不行，跑去让驿站老板立个醒目点的牌子，免得大家总走错。结果牌子是立了，敲门声还是没停过。我天天在家敲键盘码字，灵感一来就被敲门声打断，气得我差点砸电脑。忍无可忍之下，我直接在门上糊了张纸条，写了几个大字：驿站在对面，别敲门。我心想，这下总没人眼瞎了吧？人确实少了点，但架不住总有那么几个大聪明，根本不看字，上来就砸门。我气得连换了好几张字条，不是驿站，私人住宅，请勿敲门。敲门是字越写越大，颜色越换越扎眼，全贴门上照样没用。今天又撞见个奇葩，我是真不想动弹了，心想忍着不吱声，他敲会儿没动静，总该看字了吧？可今天这大妈简直是铁了心，足足敲了5分钟，还在哐哐砸，脑瓜子嗡嗡的，全是敲门声。我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门，麻烦你看一眼，我这儿真不是驿站，驿站在对面。我强压着火气，指着满门的字条，好言好语。刚想关门，寻思正常人听完怎么着也得道个歉走人。眼前这大妈显然不按套路出牌，她一把拽住门板，眉头拧成了死结。看什么字？我不是来看字的，我是来拿快递的。你赶紧把我快递拿出来，我等下还要用呢。我关门的动作僵在半空，听见这话直接傻眼了。我以为他耳背，咬着牙一字一句又跟他掰扯了一遍。你的快递在驿站，我这儿不是驿站，对面有个牌子，快递在那边。谁知道大妈比我还来气，满脸不耐烦。我知道快递在驿站啊，我这不是来拿了吗？你快给我啊，我等着回家用。你这人废话怎么那么多？什么对面这面的，把快递给我不就结了？我没工夫听你瞎扯。我拳头捏得咯咯作响，拼命做深呼吸，指着马路对面驿站的大牌子，往那儿看，驿站2个字挂在对面呢。快递不在我这儿，在对面驿站里面。最后几个字我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生怕一松口就骂人，懒得再废话。我啪的一声甩上门，心想这回总该滚蛋了吧。晃了晃脑袋，自认倒霉，准备接着干活。结果刚走2步，背后又传来催命一样的砸门声。我一头栽倒在沙发上，死死捂住耳朵。这大妈绝对脑子有泡，看我不搭理，外头的大妈彻底疯了，直接上手哐哐砸门，震耳欲聋的动静在屋子里来回荡。她一边死命砸，一边扯着嗓子在楼道里干嚎：还不给我快递？你是不是把我的快递偷了？赶紧还给我，不然我就找调解员曝光你！我气得对着空气无声怒吼，翻出降噪耳机戴上，只想等他砸累了滚蛋，彻底对这奇葩的智商绝望了。谁知外头动静非但没小，反而变成了沉闷的撞击声。大妈居然拿身体在撞门，降噪耳机都挡不住那震天响，撞得我感觉整栋楼都在跟着晃。我彻底暴走，一把扯下耳机，猛地拽开半扇门，直接开吼：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说了快递在对面驿站，拿快递滚去对面！大妈被吼得愣了1秒，紧接着扯着嗓子反击：我快递今天有用，你快还给我！一边嚎一边居然硬顶着门，拼了老命想往我屋里挤。我吓得赶紧死死抵住门板，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才勉强把门重新锁死。我脱力瘫坐在地上，哆嗦着摸出手机找调解员求助。就这功夫，他还在外面不知疲倦的拿头撞门，嘴里不停念咒：把我快递还给我！这玩意儿怕不是个伟人吧？还好社区调解组离得近，调解员火速赶到，把他按住，我才敢露头。见到调解员叔叔，我跟见了亲人一样，赶紧抢先开口：是我联系的你们调理员同志，麻烦你们帮忙协调一下。哪知道这大妈当着调解员的面，态度依旧嚣张的不行。放你雷霆的屁！调解员同志，明明就是他偷了我的快递，你让他把快递还给我！我一个头2个大，强忍着崩溃，把这事实情况跟调解员交代了一遍。2个调解员听完也是直皱眉头，转身去劝那大妈：大妈，小伙子这儿不是驿站，快递也不在他那儿，驿站在马路对面呢，你去那儿拿。调解员语气还算轻松，显然也没想到只是这么一件小事。结果大妈接下来的骚操作，让调解员也体会了一把我的崩溃。什么东西啊？他反倒不耐烦得很。我知道我快递在驿站，哪有什么对面，就在他那儿。你让他拿给我啊！他死活不给我，肯定是他偷了我快递了！你们快抓他！调解员也被噎了一下，显然没见过这种人，带上了点严肃的口气：都跟你说清楚了，你不去那边拿快递，还在这闹，想闹事是不是？他半点也不带听的，又委屈又愤怒。谁闹事了？我就是来拿快递啊！我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把快递给我！
说着说着，他开始指责：“你们是不是一伙的？不能因为他不，你们就向着他吧。”两个调解员也烦躁地抓抓帽子，无奈地看了他一会儿，最后直接上手去拉他。走，我带你去驿站取快递，好吧？你别在人家小伙子这儿闹。他被调解员一拉，整个人都跳起来了。我不去，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我就想拿个快递呀！他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你把我快递还给我，我又没做啥事，你干嘛要调解员抓我啊？网络照进现实，我看到了两个调解员同志脸上的无奈，只能耐心劝说。最后实在没了别的办法，调解员自己去对面驿站跑了一趟，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大妈的快递递给他。看吧，都跟你说了，你快递不在小伙子这儿，在那边驿站，拿了快回家吧，真的是。哪成想他拿了快递边走边说：“我就说了这里是驿站，我快递就在他这儿，这快递不就拿来了吗？”他还屡屡回头跟我说话。我早跟你说了嘛，我就是来拿快递的，我之前就跟你说清楚了啊。真的是急死我了！直到他走远了，我和调解员同志才面面相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送走调解员，我家总算又安静下来。可我没想到这事儿还没完。从调解员来过之后，我这儿已经没人敲门了。过了几天清静日子，我想这一片应该都知道驿站在对面了，想着第二天就可以把纸条扯下来了。可第二天那大妈又来了，我在她敲门的第一时间就去开了门。本来以为是外卖，结果一开门就给了我个暴击。你怎么又来了？上次不是说清楚了吗？驿站在对面，你去那边拿呀！我不耐烦地盯着他，可这大妈厚颜无耻起来。上次来你家敲门就能拿到快递，快递站老板肯定跟你认识，你以后都把我快递放你家，我下个楼就能拿到，不用过马路了。就是跟你说一声，记得啊。说完就走，我站在门口呆呆地望着他，根本没反应过来。 What？ 他叽里咕噜说的什么鬼东西？疯了吗？我没理会，但他还是三天两头来敲门，看见我没有拿他快递，整个人都充斥着不爽。不是跟你说了，让你跟快递老板说好，以后我快递都放你这儿吗？楼上楼下邻居的，你帮个忙怎么了？无论我说了多少次我不会帮忙，他还是每次拿快递之前都会敲我的门，发现我没拿他快递，才会再去对面驿站。我已经快被他搞疯了。我先后找了物业、社区调解员协调，最后调解员对大妈进行了多次口头警告和普法教育，但她依旧屡教不改，她依然我行我素，没有人能拿她怎么办？我每天都只能躲到离门最远的房间工作，还要戴上耳机隔音，因为她不定时来，我根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来发疯。又过了半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了，将这事儿发到了网上，求助！邻居老敲我家门让我给拿快递怎么办？在线等，急！帖子发出去很快就有了热度，热心的网友讨论异常火爆。你在门上贴纸条啊？骂得脏点儿。我回早贴了，上面好多张纸条，门都要贴满了。他根本就不看，也不知道是故意不看还是真瞎。让对面驿站贴个牌子，正常人看到就知道了。我回对面有个大牌子，而且他知道驿站在对面，还是要敲我门。每次都跟我说下次让我把他快递拿到我家，他直接在我家拿。这人有病吧？我之前也碰到过，态度还理所当然的，我都要以为是不是我出问题了。我给这条评论点了个赞，在一堆讨论中，我看到一条有可行性的评论：你养条狗，在门上再贴个内有恶犬，请勿敲门，喂下几次它就老实了。我回他有道理，我试试，等我消息。回完我就开始实施。我家本身就是农村的，家里养着几条狗看家。我连夜开车回家跟我妈借了条大黄，它是我家叫的最响亮的狗。接回来我好吃好喝的供着，也在外面那么多字条里贴上了几个大字：内有恶犬，请勿敲门。连着2-3天，门外都没传来敲门声，我还以为那大妈真被那几个字吓退了。看来她也是会看字的。结果下一秒咚咚咚的声音就响起了，下一刻家里的大黄就开始叫，承担起它的责任来。显然门外的大妈被大黄雄厚的叫声吓了一跳，我好像都听到了一声。大黄叫过之后，那大妈也就没再敲门。我悄悄从猫眼往外看，她居然还没走，足足等了10分钟，看我没开门，才转身朝马路对面的驿站走了。首战告捷，我连忙给大黄开了个罐头，奖励他的英勇表现。一连好几次，这大妈都被大黄吓退。虽然每次都会在我门前站一段时间，但总算我不用再给他开门了。又是好几天过去，敲门声也再没响起来。我以为事情会到此为止，但大黄来的这几天真的很可爱。回顾我妈让我还她回去的消息，我还准备多给她置办一些用品。在此之前，先去感谢为我出谋划策的网友们。哪想我刚打开软件，咚咚咚的声音就又从门上传来了。汪汪汪！大黄叫了，我则是皱着眉去看猫眼，可没想到外面站着的不是之前那个大妈。我隔着门没动静，随口问了一句：“有什么事吗？”大爷在门外捂着胸口，哎呦个不停。哎呦，吓死我了！你们家还养狗啊？叫这么大声，魂都给我吓飞了。他扯开话题，毕竟大黄吓着人了，我也就顺势赔了个不是。不好意思啊，您敲门到底啥事儿？大爷顺了顺气，这才接茬：“我来拿快递。”话刚起了个头，我驾轻就熟的直接打断：“不在我这儿，去对面马路那边大牌子看见没？
那边才是驿站。哦，他拉长声音哦了一下，满脸狐疑的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估计这又是哪个没长眼看漏了门上字条的主。可谁能想到，接下来这一整天简直就是人间炼狱，砸门声就没断过。大黄也跟着无缝衔接疯狂输出，砸门声混着狗叫声，此起彼伏，堪比交响乐二重唱。我彻底要疯了，今天到底撞了什么邪？难不成全小区的人集体眼盲？好不容易又打发走一个，我推开门一瞅，好家伙，满门的狗皮膏药被撕得干干净净，就剩孤零零的一张，不是驿站。最离谱的是，前面不是2个字被人拿黑笔糊成了一团黑不溜秋，啥也看不清。结果现在我家大门上就赫然挂着2个大字：驿站。真是活见鬼了！那个吃饱了撑的王八蛋跑这儿来恶心人！我脑子里瞬间蹦出那个奇葩大妈的脸，可我俩也没什么杀父之仇，她至于下这么黑的手吗？凡事讲证据，万一真不是她，那不就冤枉好人了？幸亏楼道里有监控，探头正死死盯着我家大门。我把大黄锁在屋里，拔腿就往物业监控室跑。不看不知道，一看血压飙升，果然是那个老奇葩。监控里拍得清清楚楚，他半夜3更鬼鬼祟祟摸到我家门口，把纸条全撕了，又拿笔在那顿乱涂。这一顿作妖的行云流水，被摄像头逮了个正着。怪就怪我心疼大黄，晚上把他拉进隔音最好的卧室睡觉，结果连狗都没察觉到外头的动静。铁证如山，绝对没冤枉他半点。我火冒3丈，气冲冲的杀出物业就要找他算账，早就打听好他住哪户了。结果人还没逮着，麻烦到先一步找上门了。刚踏出物业大门，迎面就撞上好几个邻居，冲着我指指点点。我一脸懵逼的愣在原地，里面好几个熟面孔，都是隔壁的街坊。小陆啊，你这人怎么一点公德心都不讲啊？上来就是一通劈头盖脸的数落，根本不给我还嘴的机会。一群人七嘴八舌就开始讨伐。你家那条狗疯了一样叫个没完，还要不要人活了？就是啊，吵得我家孩子连作业都没法写。吵死了！你养狗大家也忍了，前几天叫2声就算了，今天嚎了一天你也不管管，素质被狗吃了。我家2个老人被吵得脑瓜子嗡嗡的，降压药都连吞了好几片。我算是听明白了，今天大妈一通骚操作，招来无数人砸门，大黄尽职尽责的狂吠，结果犯了众怒，惹不起，我赶紧端正态度，挨个赔笑脸。实在对不住各位，有人在我门上恶作剧，害大家以为是驿站跑来砸门。那破纸条我已经撕了，保证没人再敲门。大黄绝对不叫了，真是万分抱歉。看我认错态度诚恳，大家伙的火气也消了大半，虽然绷着脸，但好歹没再骂街。算了，你把狗看牢点，千万别再叫了，大晚上谁受得了？得亏是白天，要是大半夜搞这一出，我非逼着你把狗连夜送走不可。我像捣蒜一样疯狂点头，满口答应绝不再犯。唯独隔壁的年轻妹子眼尖，琢磨出不对味儿来。你是5点钟出的门吧？我刚才在窗户那儿瞅见你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愣的点了下头。对啊，我5点下的楼，径直就来物业了，咋了？这话一出，人群立马又炸开了锅。那不对劲儿啊！你刚走狗就发疯，连嚎了半个钟头，开门才闭嘴，时间根本对不上。你家狗这就是瞎叫唤，绝对不行！赶紧把狗送走，不然日子没法过了。听到这儿，我的眉头直接拧成了麻花。这事儿透着邪。大黄可是6岁的稳重老狗，绝对不干这瞎叫唤的事儿。在老家看院子那会儿，只有见到生面面才吼2嗓子，来了我家也是敲门才出声，怎么可能对着空气连好半小时？可眼下火烧眉毛，顾不上当福尔摩斯了，只能先稳住这帮街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这样吧，我从老家带了点土猪肉香肠，挨家挨户给大家送点尝尝，就当赔罪了。狗，我明天一早就送回农村，保证这辈子都不扰民了。各位多多包涵。看我大出血又送狗，大家这才作罢，骂骂咧咧的散了。我正盘算着回家查查大黄发疯的真相，一抬头猛地撞上了不远处死死盯着我的那个砸门狂魔。那老太婆满脸小人得志的阴笑，见我瞅她，竟然还嘚瑟的冲我咧嘴一笑，扭头就走。这一笑直接给我看出一身白毛汗，我转头就杀回了物业大厅。我拍着桌子，让物业赶紧把刚才的监控再倒回来看。画面一转，我前脚刚走，这老太婆后脚就溜到了我家门口，显然是在暗中埋伏，踩准了点来的。她也不干别的，明知道屋里没人，就站在那儿死命敲门。大黄在屋里听见动静，顺理成章的跟着狂吠不止。这一人一狗隔着门足足杠了半个多小时，直到隔壁邻居嫌吵开门查看，他才脚底抹油溜了。好的时候脸上还挂着那种得逞的坏笑。我气得一拳砸在桌子上，差点把旁边看监控的保安大哥送走。我现在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怒火直冲天灵盖，理智彻底蒸发。我化身复仇修罗，直接杀向楼上那老太婆的家。虽然气得浑身发抖，但为了不惊动无辜群众，我还是压着火气按了门铃。没敲2下，大妈就吊儿郎当的开门了。见是我，脸上连半点心虚都没有，嚣张到了极点。你是不是有大病，跑到我家门口作妖？见我养了狗，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他满脸满不在乎，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写着欠揍。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没杀人放火，你能拿我怎么着？
早听话当我的免费快递爷，不就屁事儿没有了？赶紧把那破狗弄走，记住了，以后乖乖把快递给我供在家里，等着我去临醒。还没等我爆粗口，砰的一声，他反手就把门摔我脸上了。我在外头砸的手都肿了，里面硬是装死，我只能无能狂怒的滚回了家。推开门，看着大黄摇着尾巴傻乐呵的扑过来，我心里一酸，狠狠绕了他2把，连夜把狗粮玩具打包。第二天一大早就把他送回了村里。好在这家伙回了农村，跟放飞自我一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比憋在我那狗窝里强多了。看着他撒欢的背影，我这憋屈的心里总算好受了点。可是我的退让换来的并不是消停，而是恶人的得寸进尺。第二天下午，吴也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无奈让我去一趟办公室。推开门，我看到那个老太婆大马金刀的坐在沙发上，正在跟调解员诉苦。她说我家养的恶犬昨天狂叫，害她血压飙升，非逼着我赔她几百块钱的降压药钱，还要我当面给她写不再养狗的保证书。面对这类不讲道理的纠纷，我这个老实本分的年轻人是真的感到委屈又无力。我强忍着怒火拿出手机，调出那段他半夜鬼鬼祟祟撕纸条，故意砸门挑逗大黄的高清监控录像。我以为铁证如山能让他闭嘴，可老太婆看完不仅没心虚，反而脖子一梗，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敲门怎么了？敲门犯法吗？谁让你养狗吓人？调解员叹了口气，把我拉到走廊里，压低声音劝我：小伙子，录像我们看了，确实是他不对，但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万一有什么意外反而麻烦，你就道个歉，别跟他计较了。不夸张，不狗血，就是这种最真实的无奈，像一根针一样深深扎进了我的神经里。我看着玻璃门内老太婆那副有恃无恐、得意洋洋的嘴脸，我清楚冲动报复解决不了问题，违法的事更不能做。但我没给钱，也没写保证书，转身走出了物业大门。返程路上，我脑细胞都快烧干了，也没憋出个狠招，只能再次向万能的网友求救。不得不说，这届网友是真硬核，分分钟给我整出了个大杀器。只能说世上还是好心人多啊！你直接反手去注册个买菜自己点，然后地址填他家。看到这操作，我直接跪了，借力打力，这才是真正的终极魔法。顶着那老太婆天天砸门的精神污染，我果断打开买菜软件，一气呵成申请了个自提点，资料全填我的，唯独门面照片，我悄摸摸溜上楼，咔嚓把他家大门给拍了传上去。咱们这破小区周边连个买菜点都没有，我这一开业简直是普度众生。果不其然，审核通过第二天，订单直接卖爆了，上百号人排着队来提货。开门，我来拿白菜。老太婆顶着鸡窝头拉开门，一脸生无可恋，估计昨晚修仙去了。拿什么菜？谁买菜了？你睡傻了吧？网上买的菜，地址写的就是你家，赶紧把菜给我，中午还等着下锅呢。我这没菜，我什么时候弄这破玩意儿了？拿菜的大哥也懵了，仔细一核对门牌号，确认找错地方了，甩了个白眼，扭头就走。同样的戏码一天轮番上演几十回，这老太婆直接从一脸懵逼进化成了狂躁症晚期。不是我家，找错了，眼睛不用捐给需要的人，我这儿没你的破菜。我躲在暗处冷笑，这才拿到哪儿就扛不住了。当初老子可是被你这套折磨了足足半个月，为了不误伤无辜群众，我专门建了个题菜群，凡是走错门被老太婆吼过再找来我这儿的，通通发个专属红包安抚情绪，顺手拉进群。连着轰炸了几天，老太婆彻底崩溃，活学活用也在门上贴起了大字报：不是题菜点没菜，滚！虽然火力网弱了点，但偶尔还是有漏网之鱼，毕竟这年头睁眼瞎还真不在少数。他终于忍到了极限，顺藤摸瓜直接杀到了我的1楼大本营。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见是我这老太婆当场暴走。你个小可爱，绝对是你故意搞鬼，让人天天来砸我的门，舍不得我是不是？信不信我陪你看遍每一个明天的太阳？我稳如老狗，像看猴戏一样欣赏他的无能狂怒，嘴上道着歉，脸上却笑嘻嘻。真对不住啊，刚开始传照片不小心手滑了，平台规定1个月才能改，您老就忍1个月吧。听完这话，他头顶直接气冒烟了。害得老娘天天神经衰弱，你还敢让我等1个月？马上立刻给我改回！我两手一摊，满脸写着无辜。平台霸王条款，我也没辙啊。随后我就当他是空气，任凭他在背后口吐芬芳，全当没听见，骂了10分钟，见我不破防，他只能气急败坏的灰溜溜走了。又过了几天，估计这老太婆已经快被逼疯了，直接在业主群里原地爆炸。你们是不是打错名？说了800遍不是题菜点，善解人意是吧？一天天几十号人轮番砸门，催什么催？敲你雷霆！题菜点在1楼那个小帅哥那儿，你们这帮仔找他去啊！他这一通地图炮直接惹了众怒，那些被坑过多跑一趟的街坊瞬间统一战线，矛头全对准了他。哟，门兴金边了，
敲2下能掉块肉啊？走错门说句实话不就完了？谁去过一次还会去第2次？犯得着在群里像快板一样咬人吗？你这大妈熬晚清早的道过歉，发过红包了，也说了下个月就改，你搁这嚎丧呢？群里瞬间战火连天，上演了一出舌战群儒的好戏。我全程潜水看戏，深藏功与名。毕竟除了动动手指传了张图，我可是啥也没干。哪怕群里闹得不可开交，照样有不看群消息的人去砸他的门。估计跟当初砸我家门的是同一批奇葩。赶紧上楼，现场直播大戏！隔壁那位正义感爆棚的小姐姐发来前线战报，妹子跟我混熟了，听了我的血泪史，坚决站我这边，天天义务帮我盯梢老太婆的动静。收到暗号，我100米冲刺，连奔带跑杀上楼。一出楼梯口，熟悉的经典戏码正在老太婆家门口激情上演。我不管什么字，我就是来拿菜的。拿菜大哥嗓门极大，我说了800遍了，听不懂人话啊！我这儿没菜。老太婆直接破音回吼：凭啥没菜？订单上写的清清楚楚，就在你这儿，睁大你的老花眼看看。我看个锤子！要拿菜滚去1楼，我群里发过通知了，别来烦我。这门面明明就是你家，你死活不认，是不是想私吞我的菜？赶紧交出来，不然找调解员收拾你。真是风水轮流转，苍天饶过谁？看着老太婆被逼得跳脚，真是比3伏天喝冰镇可乐还爽。魔法打败魔法，她算是彻底尝到了我当初的绝望。什么感同身受，纯属扯淡。只有回旋镖扎自己肉上才知道到底有多疼。最后闹得不可开交，又把调解员招来了。好巧不巧，还是上次调解我俩的那对怨种调解员。调解员叔叔这波属实是无妄之灾。我看热闹不嫌事大，顺手把那大哥的菜提上了楼，赶在调解员下楼前贴心的递了过去。大哥提着菜一路走一路疯狂吐槽，我就说我是来拿菜的，早点拿出来不就完事儿了？连几根黄瓜都要摊，真够不要脸的。经过上次那波折腾，我直接把自提点照片换回了自己家。一来是买菜的街坊基本都门清了，二来我寻思着这老太婆被恶心了这么久，总该长点记性消停了吧。可我到底是低估了这人性的恶。照片换回来不到1个星期，我家门口开始莫名其妙多出各种垃圾，有时候甚至还有恶臭的泔水。一开始我还纳闷这是哪来的，结果第2天亲眼目睹一袋剩饭剩菜从天而降，当场砸得汁水四溅，又脏又臭，令人作呕。我强忍着反胃清理干净，扭头就杀到了物业。得亏咱们这物业还算干点人事，明确表态高空抛物性质恶劣，绝对严查到底。结果接连几天，垃圾照样天天往下掉，每次听到动静冲出去，连个人影都逮不着。直到物业主动找上门，喊我一起去会会那个罪魁祸首。到了地方，我直接气笑了，果然是楼上那个砸门狂魔。物业把门敲开，他一瞅见我，那张老脸瞬间变得阴狠毒辣。怎么着？扔个垃圾犯法呀？还不让人扔垃圾了？我强压着火没吭声，甩了个眼神让物业先上。张大妈，高空抛物可是违法的，真砸出事儿了得踩缝纫机的。哼，什么刑事责任？少拿这个吓唬我！他这不是没受伤吗？都赶紧走，别再来敲我家门，不然我不客气了。话音刚落，砰的一声巨响，他直接摔上门，留我和物业在风中凌乱。陆先生，你看咱们也是真没辙了，这人油盐不进，群里也警告过了，我们实在管不了，要不你直接找调解员吧。物业说完脚底抹油溜了，甩下个烂摊子，啥也没解决。我心里明镜似的，指望他们是彻底没戏了，就像当初砸门那事一样，物业就是个摆设。可我万万没想到，我退一步，他能进1万步。原本以为他扔点剩饭菜恶心人就算了，结果第2天情况直接失控了。一大早，我刚推开门，一股能把人天灵盖熏翻的恶臭扑面而来。定睛一看，我家门口的地垫上竟然被砸了一大袋用过的生活垃圾，还有发酵了不知道多少天的臭鸡蛋，黄白相间的污物泼得满墙都是。这种直冲脑门的恶臭，直接让我把隔夜饭都吐了出来。更要命的是，这大夏天的高温一蒸，这股生化武器般的味道顺着楼道直接往上飘。这下好了，不仅是我，整个1楼到3楼的住户全炸锅了。2楼的大爷气得心脏病差点犯了，3楼带孩子的宝妈连窗户都不敢开。隔壁那个正义感爆棚的小姐姐，直接拿毛巾捂着鼻子冲了出来。这也太欺负人了，真当咱们这栋楼没王法了是吧？小姐姐在业主群里一发视频，瞬间激起了群愤。不到10分钟，楼下聚集了10几个被臭气熏得忍无可忍的邻居，大家手里拿着拖把的拿拖把，拿扫帚的拿扫帚，浩浩荡荡的直接杀上了老太婆所在的楼层。出来！老缺德的，有本事往下扔屎，有本事你开门啊！一群人把他家的大门捶得震天响，连楼板都在跟着颤。可这老太婆精得很，死活装死不出声，屋里连个灯都不开。咱们就在这儿堵着，看他能缩到什么时候。大家正义愤填膺地守在门口，突然小姐姐的手机响了，是1楼另一个邻居打来的。不好了，你们快下来，那老疯婆子在窗口发疯了！我们一听，赶紧顺着楼梯往下跑，刚冲出单元门，就迎头撞上一场局部暴雨，哗啦，整整一大盆发黑的脏水，夹杂着烂菜叶子和烟头，从楼上当头泼下。冲在最前面的几个大叔躲闪不及，被泼了个透心凉。让你们多
管闲事儿。老娘洗脚水好喝吧？跟那个姓陆的小瘪三混在一起，老娘连你们一块儿泼！有本事你们找调解员啊！调解员来了能拿我怎么样？谁看见我泼的了？这简直是骑在所有人脖子几个大叔气得当场就要找石头往上砸，被我死死拦住。大家别冲动，以暴制暴咱们就理亏了，有绝招。我冷笑一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他以为只有他会玩阴的。自从上次他开始丢垃圾，我花血本买了个高清夜视，带仰角捕捉的隐形摄像头，就安在对面树杈上，死死盯着他的窗户。刚才他泼水的嘴脸，甚至手里拿的哪个盆，已经被拍得清清楚楚。邻居们一看画面，眼睛都亮了。好小子，这下铁证如山，看着还怎么狡辩？我们正准备拿证据找调解员，把这老妖婆彻底按死，可谁也没想到，老太婆在楼上看着我们聚在一起看手机，以为我们在找人来帮忙，彻底陷入了癫狂状态。她大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像个彻底失去理智的疯狗一样嘶吼：“还不走是吧？我让你们聚众闹事儿！我砸！我砸！我砸！”话音刚落，老太婆从阳台角落抱起了一个装满泥土、足足有10几斤重的废弃大花盆，那可是10几斤重的实心家伙，从那么高的地方砸下来，真能把人脑浆子砸出来。我吓得目眦欲裂，声嘶力竭的大吼一声，一把将身边的小姐姐拽开，所有人连滚带爬的往单元门里躲。与此同时，一辆连号车牌的劳斯莱斯幻影正缓缓驶入我们单元门前的错车道。砰！轰隆！一声如同手榴弹爆炸般的巨响在所有人耳边炸裂。那个10几斤重的大花盆没有砸中我们，而是以重力加速度，狠狠的、不偏不倚的砸在了那辆劳斯莱斯的引擎盖和前挡风玻璃的交界处。挡风玻璃瞬间碎成蜘蛛网，引擎盖深深凹陷下去一大块，里面的警报器发出刺耳的尖叫。全场死一般寂静，连楼上那个正准备继续破口大骂的老太婆，也像被掐住脖子的公鸡一样，瞬间没了声音。车门缓缓推开，下来一个穿着高定套装、气场能把人冻结冰的女人。豪车姐姐登场了，她看了看惨不忍睹的车头，又抬头看了看楼上那扇还没来得及关上的窗户，没有尖叫，没有发怒，她只是从限量版包包里摸出手机，语气冷得像冰碴子：“喂，张律师，来一趟 XX 小区，顺便帮我找下调解员，有人高空抛物，意图不明。”5分钟后，调解员的车呼啸而至，来的不止一辆，足足3辆车把单元门围了个水泄不通。调解员直接破门而入，把躲在床底下的砸门狂魔像拖一样拖了下来。一开始他还试图负隅顽抗，在地上撒泼打滚。调解员同志冤枉啊！我没扔，是风吹下去的，是那个姓陆的陷害我，赶紧散手，放开我！我二话不说，直接把树上那个摄像头的完整录像递给了调解员。从他扔纸尿裤、泼洗脚水，到最后面目狰狞的抱起大花盆往下砸，每一秒都高清无码，连他脸上的褶子都拍得一清二楚。老太婆看到监控画面的那一刻，整个人就像被抽光了精气神，直接瘫倒在地上。豪车姐姐在一旁踩着高跟鞋，居高临下的看着她。这辆车是我昨天刚提的，落地价1200万，定损结果我已经让 4S 店估了，修好至少要换半个车头，200万起步。另外，因为这场闹女，我错过了一个价值1000万的竞标会。豪车姐姐微微俯下身，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我不管你是装疯还是卖傻，这200万的修车费和1000万的损失，我会让我的律师团队一分不少的从你以及你所有的直系亲属身上抠出来。老太婆听完这2个天文数字，两眼一翻，双腿彻底发软，跌坐在地上，吓得当场失了态，连头都不敢再抬一下。她终于意识到这次再也没有任何胡搅蛮缠的余地了，哭爹喊娘的被强行塞进了调解员的车，整个小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那是被压抑了许久的邻居们发自内心的狂欢。那一天，她不仅背上了故意毁坏财物和高空抛物罪的双重指控，喜提采缝纫机套餐，她的儿子在得知要面临天价赔偿后，更是直接连夜把房子低价抵押，宣布跟他断绝母子关系。这案子办得异常顺利，毕竟铁案如山。砸门狂魔不仅倾家荡产，还直接喜提免费牢饭。听说这老妖婆被押走前还在满地打滚，疯狂叫嚣着是我花钱买通了豪车姐姐来整她。有时候我是真想撬开她的脑壳看看，里面到底装了多少吨的浆糊。自从这颗毒瘤被拔除，我家门口的自提点又热热闹闹的开张了，还专门雇了个人打理。经过这波折腾，我才发现弄个提菜点确实算得上积德行善。小区里腿脚不好的大爷大妈再也不用大老远跑去菜市场，楼底下就能拎菜回家，一个个乐得合不拢嘴。至于我，早就连夜打包行李，跑路到了清静的郊区。人多的地方破事就多，实在影响我敲键盘码字，惹不起我躲得远点，总行了吧？我在郊区租了个带大院子的房子，顺手把战神大黄又给接了回来。这下他终于有地盘随便撒野了。自提点每个月赚的那点外快，正好全用来给大黄改善伙食。偶尔我和隔壁那个正义感爆棚的小姐姐在微信上聊起她，还是忍不住疯狂吐槽。这他妈简直就是取个快递引发的血案啊！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号奇葩，倒是在网上经常刷到同病相怜的受害者。我能做的，也就是在评论区默默留下我的反击3连招。也想提醒所有有相似遭遇的朋友，遇到邻里骚扰，一定要第一时间留存证据，通过合法途径维权，
切勿采取过激的行为。